王毅表示，对于乌克兰问题，中方已经多次阐明立场，应该看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乌克兰局势发展到今天，原因错综复杂，解决复杂问题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而不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对此，香港城市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江宇表示，中方的表态在当前局势下极具建设意义。从国际法上来讲呢，中国是反复强调要维护联合国宪章，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一个国家为了追求自己的绝对安全而去破坏其他国家的这个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另外一方面呢，从情理上讲呢，中国也认为呢，这任何一个事情呢，它不是空穴来风，它一定有它的来龙去脉。这个事情现在这个局面种种复杂的因素有一个历史过程而产生的。那么中国的表态呢，就是希望把这两个态度结合在一起。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中国展现了自己的这个总体的态度，就是劝和，希望事态不要扩大，希望不要伤及平民，然后呢，希望大家都坐下来谈，而反对采取任何方式去火上浇油。第三呢，这个中国呢，这一次呢，就是比较积极的表态呢，是这个愿意在和国际社会一起去斡旋。那实际上就是表示中国呢，这个一个是考虑到自己目前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这个独特地位，另外一个呢也是回应国际上的一些呼声。中国进入两会进行时，那这是中国各界代表共商发展大计、共谋民生之策的重要时刻。那在这一次记者会上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也谈到，在这样一个重要时刻，各国需要的是团结而不是分裂，是对话而不是对抗。那世界对中国关注点是什么？有哪些期待呢？请教一下苏女士。这一次的两会，它的背景当中，除了大家观察的此前的一些重要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些突发的因素，尤其是俄乌之间的冲突仍然在延续。那么，对于乌克兰危机对中国和世界关系的影响，以及在危机之下世界经济的影响，以及呢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动向等，都是中外媒体所关注的。当今世界呢，大国的这个战略矛盾加深，战略不稳定加剧，中国的对外政策如何动作，这个事儿呢，不光是事关中国，那也事关世界，所以说大家特别的关注。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这个疫情继续肆虐，继续这个动扰这个全球经济。那么作为第二大经济体，这个会议显然呢，对于规划和决定中国下一步的宏观经济政策呢，会起到一个标杆作用。在世界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增加、疫情叠加、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这个背景下，中国经济如何动作，特别是中国政府在这个经济形势当中如何动作，也成了世界经济的焦点。因此总的讲呢，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和平与发展具体的具象化聚焦到中国的时候，就成了关注今年两会的两个重要原因。全国两会中外长记者会是备受国内外瞩目的传统项目。那在记者会上，王毅也回答了中外记者27个问题，涵盖了众多全球热点议题。那提问范围也可以说是没有禁区。那咱们怎么看待这种安排呢？苏女士。其实我们观察过去几年的外长记者会，会看到一个现象，那确实是中国外交变得更加的自信，中国开始真正的平视这个世界。那么从回答问题的一些具体的技术上的操作来看，从此前的交传变为同传，这本身也是一种自信的展现，同时呢也是一种更加有效的沟通方式。而在这个短短的时间之内回答27个问题，这是与去年相持平的，也反映出了世界确实对于中国非常关注，涉及到中国外交的方方面面。那同样呢，也反映出的是中国愿意直面问题，中国是光明磊落的，尤其是涉及到一些敏感的问题，包括当前的乌克兰危机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中国愿意进行回答，来主动澄清立场，同时呢也是回应外部舆论当中的一些负面因素的极好的时机。所以从此次的外长记者会当中，应该说是再次展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同样的，中国外交也是在以一种非常稳健的方式来进行推进，而这一系列的信号既让中国国内的民众看到了祖国的强大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晰的形象的塑造，那同样的也让外部世界在观察中国的过程当中有了更加直接的这种亲身的感受。